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新片定档6.12，化身民国才女西林，演技质感拉满。赵丽颖新片《酱园弄》定档6月12日，短发眼镜民国造型惊艳全网，章子怡互动引爆期待，颠覆甜美印象的酷飒西林小姐开启娱乐圈反差新风潮。哎呦喂！刚刷到赵丽颖新片定档的消息，我差点噎着自己的茶。这是在开挂吗？6月12日，她一放出新角色的照片，朋友圈炸得比火锅还热。短发、眼镜、侧脸那角度，好像画里走出来的民国小姐，帅得我都忍不住想大喊颖宝，你这是要逆天了！一边看一边感叹，这颜值不止飙升，简直是变形金刚级别的升级，简直太上头了啊！说实话，以前我对赵丽颖的认知还停留在谁家媳妇那种甜美范儿，你说她换个发型，能不那么惊艳？但这次直接送上酷酷大姐姐那一套，反差效果堪比晴天霹雳。这短发、眼镜，别说还是侧脸，简直让人误以为她穿越到了民国，仿佛能闻到那年代纸墨香、油纸伞的味道。然后那一条发文，你好，西林小姐，我这心里那个激动。你说，谁还能把演技和颜值同时飙到这种境界？真是要颠覆我对她的所有偏见啊！好奇心被点燃了，马上就跑去看官宣的电影信息，《酱园弄》第一部就定档在6月12日，800年前恐怕都想不到颖宝亮相的民国女作家会如此带感。可是我心里直嘀咕，难不成接下来还会别的？第二、第三部，真要这么拼命出？我觉得娱乐圈这波操作跟老天开了个玩笑似的。这还不止章子怡也蹭热度，在评论欧给留言，短发爱慕帅气西林 CP， 你说她是不是在暗示姐姐我也要来个出演？我倒觉得这反差萌真是让人忍俊不禁。章子怡和赵丽颖两个都聚焦在同一部电影里，那星光大道也得排成长龙了吧？人家说女神收割粉丝，这下真是一场视觉盛宴了。再说这酱园弄悬案还没上映就让我火热期待。定档6月21日，差不多1周的时间，我都能想象到里面那些扑朔迷离的剧情和精彩的演技场面。是不是还会有幕后花絮、预告持续剧透？我觉得必须的追剧追个痛快，这不是娱乐圈常态吗？资料显示，章子怡和赵丽颖都参与了这部电影，我不禁觉得，哎呦，这组合简直可以写成童话故事了。双引号。可是你说说，这中间的趋势啥？我看像是艺人们都在用一种新玩法在内卷，不再只是长发飘飘或者甜美微笑，更多是拉开反差，试图用新造型刷新认知。大概也因为这个市场在变，粉丝追的不是偶像那一套，而是真实的惊喜和新鲜感。之前那波甜美加娇羞的套路已经被逐渐打破，现在是帅酷加温婉，反转又反转，把粉丝们的心里撩得团团转。站在这个潮流的风口浪尖，想想也挺复杂。谁还能说得清哪个套路会更吃香？其实整个娱乐圈的逻辑也在变化，从靠卖萌到靠硬糊，从甜而不腻到极致反差，这是在跟我们生活节奏同步快奔跑。追剧、追明星，真正的弧心从粉丝收割变成了内容构建，要的新鲜感，要的新意。可我就觉得，无论你怎么玩，从这背后看，还是那点老套路，人的心是简单的，渴望真实，渴望惊喜。而明星们的变脸只是一种手段，最底层还是希望能在这疯狂变化的时代里，找到点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你说，像颖宝这样，能一秒跳出传统偶像框，直接变身民国女作家，是不是也代表着一种新时代的召唤？不，我的意思不是鼓吹变脸成潮流，而是告诉自己，这种反差背后，还是一个人对自我突破、对观众刷新认知的渴望。不过我觉得还是得拿个心态来看这个事情，娱乐圈就像个大舞台，
演员们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有时候是甜宠小王子，有时候又变成帅气老大哥，再不然突然变成民国时的才女，这不就是生活的百味？你爱看啥就看啥，谁还能编出个统一标准来？不过我敢打包票，这股新的反差风会持续刮一阵，直到下一个更厉害的点出现。真正让人感慨的，不是那一场定档，那一组图片，而是在这片刻的繁华背后，人们心里那点微妙的变化，对明星的期待，对自己生活的期待，都是在不断转变中寻找平衡。而他们用动作告诉我们，可能逆水行舟终归不是一句空话。哎，等着吧，6月12日那天，我估计又会在朋友圈里刷屏，感慨颖宝变了，其实也只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变迁和那份不甘平凡的心。赵丽颖再次以一部充满文学气息的新片回归大银幕，定档6月12日，她将在片中饰演民国时期著名女作家西林。这不仅是她在演艺生涯中的又一次突破，更是一场挑战与蜕变的艺术旅程。从早年间的陆贞传奇到近年的幸福到万家，赵丽颖始终在不同类型与气质的角色中游刃有余地游走，而这次化身一位充满文化底蕴的民国才女，无疑将对她的台词功底、表演张力、内心戏表达都提出更高的要求。西林这个角色本身带有强烈的时代印记，作为一个生活在战乱年代却坚持笔耕不辍的女性，她不仅需要智慧与才情并重，更需要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中展现女性的独立精神与人格力量。赵丽颖要在银幕上呈现出一个女性作家的精神世界，既要有文学家的敏感，也要有坚韧的信念。这对于一个以古偶剧形象深入人心的演员而言，既是挑战，也是一次观众认知的重塑。从目前曝光的剧照来看，赵丽颖一改往日甜美形象，以干净利落的短发造型亮相，着装以素雅的灰蓝色、白色条为主，尽显民国女子的知性与端庄。她的眼神中没有一丝浮夸，反而多了些许沉静与坚定，那是一种历经风雨却仍心怀梦想的眼神，令人过目难忘。不少观众表示，这个赵丽颖完全陌生，但也令人敬佩。她用眼神和微表情带入角色，没有一丝刻意，仿佛真的就是那个穿越历史而来的西林。其实早在角色定妆阶段，赵丽颖就曾表示，这次的拍摄对她来说是一次精神层面的触动。她在采访中说，西林不是一个单薄的女性，她有诗意的内心，有理性的判断，也有一股倔强的锋芒。我很感谢能通过这个角色，重新认识了女性在历史中默默发光的力量。赵丽颖的这段话让不少网友深感共鸣。是的，曾几何时，影视作品对女性角色的呈现更多是柔弱、依附，但如今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如西林般拥有灵魂的女性形象，这无疑是一种行业的进步。而赵丽颖之所以能够胜任这样一个有深度的角色，也离不开她这些年的沉淀与成长。她从不急于刷存在感，而是每一次出现在镜头前，都有着经过深思熟虑的准备。她的角色从甜妹到农妇，再到如今的文化女性，跨度之大令人惊讶，但她的每一次转变都不落俗套，反而让人看到演员职业的真正价值，不是美的有多耀眼，而是演的有多真实。这部影片的导演也在发布会上称赞赵丽颖是极具敬业精神和细腻表达力的演员。他回忆起一场情绪崩溃的戏，赵丽颖在拍摄前闭关2天，不见任何人，只为调整出那个年代女性的心理状态。开拍当天，她一条过，哭到不能自已，连现场的灯光师都红了眼眶。这种深度投入角色的能力，正是赵丽颖越来越多的被业内尊重的原因。不仅如此，这部影片在布景与镜头语言上也极具讲究。剧组重金复刻民国时期的图书馆、街道、书房等环境，赵丽颖在其中的每一个动作、走位都被反复调试，只为还原那个年代女性作家的真实状态。她有时坐在案前写字，有时独自望窗沉思，那份从容与清醒，
不是一般演员能够轻易模仿的。你会发现，这个角色仿佛不需要赵丽颖去演，而是她内化之后自然流露出来的状态。当下娱乐圈频繁出现数据艺人塌房频发等问题，赵丽颖始终坚持低调做事，她是拍戏的初心，实属难得。她的热度从不是营销堆砌出来的，而是一步步靠作品积累而成。在流量变现快、翻车更快的娱乐大潮中，她像是一股逆流而上的清泉，不喧哗却足够动人。尤其是这次，她选择这样一部文艺气质浓厚的作品，而非流量爆款，也足以看出她作为演员的追求已不止不于热度，而是更关注表。李沁王一博二搭来袭，追风者班底回归，品质有保障。在追风者中，李沁与王一博的默契配合和精湛演技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他们分别饰演的沈婧贞和魏若来两个角色，性格鲜明，形象立体，为剧集增添了无数看点。而此次两人再度合作，无疑将再次碰撞出火花，为观众带来更加精彩的表演。据悉，新剧的制作团队同样实力强大，他们将继续秉持追风者的制作理念，注重剧情的紧凑性和角色的塑造。在剧本创作方面，制作团队将深入挖掘故事内核，力求呈现出一个更加精彩纷呈、扣人心弦的故事。在角色设定上，制作团队将充分发挥李沁和王一博的演技优势，为他们量身打造更加贴合角色性格的表演方式。值得一提的是，新剧在制作上也将延续追风者的高标准，从场景布置到服装道具，从摄影到后期制作，每一个环节都将严格把关，确保每一个细节都能呈现出最佳的视觉效果。这样的制作水准不仅能够满足观众对画面质感的追求，更能够营造出一种沉浸式的观剧体验。此外，新剧还将加入更多的现代元素和创新点。在剧情设计上，制作团队将结合当下社会的热点话题和观众的兴趣点，为观众带来更加贴近现实、具有共鸣感的剧情。在角色塑造上，制作团队将注重展现角色的多面性和成长变化，让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角色的内心世界。在当今影视作品层出不穷、观众审美越来越高的时代，演员的搭配、剧集的班底和内容的质感往往决定了一部剧集是否能够脱颖而出。2023年的《追风者》作为一部兼具情感深度与叙事张力的谍战作品，凭借其高水准的制作质量、强大的演员阵容和紧凑精彩的剧情叙述，收获了极高的口碑。而其中，王一博与李沁的首次合作更是为整部剧注入了不可忽视的化学反应。如今，两人再度携手，延续追风者班底，这一消息无疑在观众与粉丝之间引发了巨大期待，也被视为国产剧市场的一大品质保障。李沁与王一博，一个是多年稳扎稳打的实力派女演员，一个是多期发展的全能型艺人。从早年的古装佳作到近年来的现实题材挑战，两人在各自的表演道路上不断探索和突破。李沁的表演内敛又富有情感层次，尤其擅长在细微处展现人物心理，而王一博则在经历了从偶像到演员的质变后，以其日益成熟的演技和坚韧的气质，赢得了越来越多观众的认可。追风者中的林乔松与沈图南，一个冷静机智、心怀理想，一个果敢坚毅、隐忍深情，两人的互动让人欲罢不能，也让观众看到了这对组合更多可能性的延展。二搭从来都不是重复，而是进阶。当两位演员彼此熟悉之后，表演之间的默契感将更为自然，而人物塑造也更容易达到更高层次的碰撞。这次的再次合作，不仅是对观众审美需求的回应，更是对自身演技的一次再挑战。熟悉的眼神交流、细腻的动作设计、精准的台词节奏，这些在上一部作品中打下的地基，将有望在新作品中结出更加饱满的艺术之果。而追风者原班人马的回归，也从根本上保证了剧集的整体节奏与品质水准。导演对镜头语言的掌控，
编剧对时代背景与人物线的细腻描摹，以及摄影、美术、服装等各环节的默契配合，都是一部优秀作品不可或缺的支撑。国产剧市场一直在寻求突破与创新，但与此同时，剧集质量的参差不齐也让观众在选择上更加谨慎。质感与内容成为当下影视剧成功的关键标签，而追风者班底的再次聚首，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观众心中高质量剧的代名词。这不仅源自于他们过往作品所积累的好口碑，更来自于他们对于作品内容、节奏、节制、真实的精准把控。在这个速四文化盛行的时代，能坚持慢工出细活的创作者越来越少，而这类团队的存在无疑成为行业中的稀缺资源。此次二搭的最大亮点，不只在于演员阵容和制作班底的再度集结，更在于题材与角色的新突破。从目前释出的相关信息来看，新剧将不再拘泥于谍战单一领域，而有望在叙事结构、角色设定和情感表达上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层次与冲击力。无论是对国家命运的宏观书写，还是对个体成长的细腻描摹，这部作品都将为观众提供更具沉浸感的观剧体验。而王一博与李沁也将在新角色中挑战不一样的情绪张力，拓宽自身的戏路边界。值得一提的是，王一博近年来在影视领域不断尝试多样化题材，从青春、运动、谍战到现实题材，每一次出场都让人感受到他对于演员身份的认真与坚持。他从不满足于流量光环，而是在不断积累作品和打磨角色中塑造属于自己的职业声望。而李沁更是多年来以稳定输出的表演质量，始终保持在一线女演员之列。两人对角色的敬畏感和专业精神，是他们成为品质保证的关键。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合作才显得更具价值和分量。从行业角度看，这样的高质量组合是国产剧行业所需要的正向引导。它鼓励制作方尊重观众、尊重演员、尊重作品本身，不再一味追求短期流量变现，而是立足长线创作，深耕内容生态。而对于观众来说，这样的合作也带来了更多关于演员成长与剧集品质的思考。我们在喜欢角色的同时，更愿意看到演员用演技说话，用作品打动人心，而非仅仅依靠话题与炒作来维系关注。当李沁与王一博再次走到一起，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重逢，更是一次从彼此欣赏到再次成就的双向奔赴。他们在光影之间构建起的是一种令人信赖的戏剧信仰，也是一种对观众认真负责的职业态度。期待他们能在新作品中带来更多惊喜，也相信这样真诚且专业的合作将成为观众心中难以忘怀的银幕记忆。对于支持他们的观众而言，这样的合作无疑是一份来之不易的馈赠。无论你是因为追风者而入坑，还是早已是两位演员的忠实支持者，都不妨带着一份期待去迎接即将到来的精彩演绎。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再一次见证李沁与王一博共同书写一段属于角色，也属于他们自己的光辉篇章。戏里戏外，他们用实力回应期待，用沉淀证明自己。而你我作为观众，能做的就是静静守候，用最真挚的目光给予他们最热烈的掌声。因为好的演员值得被更多。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